关晓彤、张子枫、黄多多，曾经的国民童星，为何经不起时间考验？度过千禧年后，娱乐圈在网络的加持下快速进入了流量时代，在网络的加持下也涌现了不少童星，尤其是《爸爸去哪儿》等亲子节目的出现，也大大拉低了明星的年龄门槛，让不少还没上小学的小孩都能成长为百万粉丝的大明星。这其中有不少童星在一开始就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也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娱乐圈希望。可以说，童星的起点要比不少成年艺人的起点还要高一点。过早的接触行业资源和早先就磨练的演技，让不少人都觉得他们具有极高的潜力。但事实却并没有朝大众预想的方向发展，甚至最近一些童星反而是成为了人人争论的焦点，形象下滑之快让人始料未及。似乎对比那些刚刚出道的艺人，网友反而对这些早已在娱乐圈多年的童星更加缺乏耐心。像关晓彤、张子枫、黄多多这样的国民级童星，为何形象都高开低走，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呢？关晓彤作为京圈比较知名的童星，在未成年期间拍摄的作品数量就要超过很多人整个职业生涯的作品数。庞大的作品数量也奠定了关晓彤的每个成长时段都在大众的注视下进行。从唐山大地震出道的张子枫也是如此，甚至可以说在演技方面，人们对张子枫的期待要超过关晓彤很多。童年时期的荧幕表现，让张子枫前几年几乎是路人缘最好的女童星，在娱乐圈也是人人宠爱的小姑娘。而黄磊的女儿黄多多虽然不是影视明星，但自从在《爸爸去哪儿》走红后，黄多多的关注不输关晓彤和张子枫，网上也经常会出现黄磊育女镜，一时间学习黄磊教育孩子，才女黄多多成为了全网热议的话题。黄多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从一个童星变成了一个教育方式的实验品。如今三人都各自出现了不同的争议，但相同的是三人都没有了当年被大众呵护的光环，反而成为了网上舆论的受害者，成为了大众质疑和吐槽的对象。就仿佛三人一下子失去了未成年保护，初步开始体验了成年人残酷的世界。当然，这件事可以怪在网友身上，毕竟网友人数那么多，赖网友总是没有问题的。但反过来，这件事本身也跟网友无关，毕竟基数庞大的网友很难出现无缘无故下集体变心的情况。而真正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处在他们自己身上。首先要说的自然是他们自身的行为问题。关晓彤长大后很多言论和行为出圈，京圈格格、植物肉、你 XX 都在不断消耗着童年带给观众的好感。黄多多因为本身还年轻且没有进入娱乐圈，所以自身行为不多，但之前几乎包年的热搜和不断变换的发色，让人对黄磊的教育产生了不小的质疑。张子枫最近的恋情问题，也让其从乖乖女开始往叛逆女孩发展，而随着张子枫长大，逐渐开始转向成熟风，这种质疑想必会越来越多。而之前张子枫的学霸人设和高考成绩的反差，也成为了推倒形象的助力器。其次就是网友过高的期待，浅看这三人的成长经历，在小时候都备受外界的期待，夸演技、夸能力、夸教育，三人基本都是在一路夸下长大的。而三人也都有被称作国民闺女的时期，闺女看似是个亲切的词，但背后也包含着网友更多的控制欲，所以一旦三人出现了不好的行为，网友就很容易出现长辈教育晚辈的感觉，毕竟都是闺女。而除了黄多多之外，其余两人如今都缺乏令人满意的作品，也是一大原因。关晓彤在成年后的作品都不太尽如人意，张子枫之后的几部文艺作品也没有在市场上掀起太大的水花。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童星，如今却有被同辈艺人赶上或超越的趋势，这也造成了两人的舆论优势不在，想帮说话也缺乏底气。尤其是当人们发现自己认为单纯的小闺女，其实也跟其他娱乐圈艺人并无二致时，这种形象的落差是很容易出现舆论反噬的。但其实这种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形象问题本就比较缥缈，没有谁能一直保持完美。如果关晓彤、张子枫能有好作品支撑自己，
再减少些私生活的曝光，这形象慢慢就会恢复。而黄多多本身问题在于跟黄磊教育话题的捆绑，很多人一直拿黄多多当作现代教育的标杆，可以说形象是跟黄磊有密切关联的，本身只能算是半个娱乐圈的人，所以往后只要减少曝光，在恰当的时候多加宣传，形象也会慢慢转暖的。当然最关键的是3个人都要真诚面对观众。